好，再来关注印度疫情。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近37万，新增死亡病例3417例，这已经是印度连续12天单日新增超30万例。疫情难控，印度急需疫苗解困，再次要求豁免疫苗专利。白宫对此表示正在考虑。值得警惕的是，印度疫情已经出现外溢，邻国防控压力大增。当地时间周日，印度总理莫迪召开高级别会议，讨论应对医用氧气严重短缺问题。总理办公室表示，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临时新冠病人护理中心，计划设置1万张带有供氧设施的床位，在全国建立约1500家制氧厂，把现有制弹厂改造成制氧厂。与此同时，继首都新德里宣布将封城措施延长至5月10号后，印度多地纷纷宣布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根据此前的分析，印度疫情失控主要原因有2个，一是印度出现传播力极强的3重变种病毒，二是印度政府掉以轻心，在2月疫情未全面受控时就宣布抗疫胜利，并大幅放宽人群聚集限制、地方选举及大型宗教活动，导致疫情急速扩散。屋漏偏逢连夜雨，莫迪所属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关键地区西孟加拉邦的地方选举中完败，现任首长所属的草根国大党取得议会2/3议席。该党支持者不顾当局的禁令，于周日上街庆祝，很多人并未佩戴口罩。西孟加拉邦是印度人民党未能掌控议会多数席位的少数几个邦之一。外界原本预计莫迪会在此次选举取得重大突破，因为莫迪十分重视此次选举。疫情期间多次参加竞选活动，发表了数十次演讲。观察指，印人党再度败选与印度疫情失控有很大关系。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政府抗疫小组的部分成员正在积极劝说联邦政府再度封锁全国。不过，由于担心经济再受重创，莫迪明确表明要尽力避免2度封锁，而且并未叫停选举。甘冒新冠疫情扩散的巨大风险，多次举行大型拉票活动。When the cases started rising up, I thought government had a plan. But turns out they didn't. Within the first week, I understood that the governments have no idea. They have not prepared for anything. 为加紧遏制疫情，印度已经启动让所有成年人接种疫苗的计划。全国各地接种中心随即出现排队人龙，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疫苗极度短缺的问题。周六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近200个新冠疫苗接种点中，只有5个继续开门，而且每个接种点可供接种的疫苗也仅有200剂。为解疫苗之困，印度等国家再次提出豁免疫苗专利的要求。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应该暂停各药厂的疫苗专利权出现意见分歧。进步派敦促白宫支持国际社会发起的豁免专利权请愿，包括白宫防疫专家福奇等都倾向赞成，以便让发展中的国家快速生产疫苗。然而，商务部与其他官员警告，豁免专利恐招致反效果，包括把知识产权拱手出让给对手。事实上，有关豁免疫苗专利的请愿最早由印度与南非率先发起，并经数十个发展中的国家共同努力了7个月，终于引起关注。尤其当前正值印度疫情失控狂飙之际，他们主张放宽专利可让更多国家生产或进口疫苗，而不必等待数月或数年。不过，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担心豁免专利会使全球疫苗生产陷入混乱为由，明确反对。《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印度、南非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将于数天内再向世贸组织提交建议，要求豁免新冠疫苗专利。 I keep thinking, if the vaccines had started earlier and he'd got his second injection, maybe he'd still be alive. 对于美方是否会大方地豁免新冠疫苗专利，外界并不看好。不要说专利了，就连新冠疫苗的原材料，美国此前的做法都令国际社会诟病。印度虽号称全球疫苗工厂，但不少原材料要靠西方供应。美国去年实施国防生产法，限制疫苗及相关原材料出口。总统拜登上台后加强出口限制，令印度更难取得疫苗的原材料，面临停产危机。印度虽早已要求美国放松出口限制，但拜登直到4月底印度大爆发后才积极回应。另外，美国目前囤积达3亿剂疫苗，在印度及全球疫情全面告急下，才肯拿出6000万剂给全球应急。印度要求美国开放疫苗专利权，让印度加快生产，又遇到美国药厂反对，怪不得印度媒体抨击美国为疫苗黑手党。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mised to share 60 million AstraZeneca doses with the world, but it's unclear when those shipments will begin. 目前，印度疫情的外溢效应正在持续。由于地缘相近和人员往来频繁，印度多个邻国近期确诊病例增加，其中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情况尤为严峻。尼泊尔与印度接壤边境地区有医院多名医护人员被传染，同时病床和氧气短缺，有医生感叹当地正变成另一个印度。周日，广东省新增报告分别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多国都对到过印度的人实施旅游限制，韩国则决定撤侨。周二和周五将派包机接走当地400名侨民，此后还会再派包机。